威廉，你快看天空，雨才刚停，前面居然挂着一座好大的彩色公皮，像有人把颜色轻轻洒到云上了。喵呜！我看到了小福，那不是谁画上去的背，而是大自然送给我们的彩虹惊喜。哼，惊喜是惊喜，可是我想知道它到底怎么出现，总不会是天空心情好就自己换彩色衣服吧？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破解这个百秘。彩虹常常在雨后出现，是因为太阳光、空气里的小水珠，还有我们站的位置刚好合作成功。原来看彩虹还需要合作任务，可是太阳光不是白白亮亮的一大片吗？它怎么会突然变成红橙黄绿蓝靛紫呀？因为看起来白白的阳光，其实像一个装了很多颜色的大盒子，平常它们混在一起，所以我们只觉得是白光。等一下，你是说阳光其实偷偷带着一整组颜色，只是平常蓝得分开站好？可以这样想哦。当光走进不同的东西里，比如玻璃或小水珠，它前进的速度会有一点点改变，方向也会跟着弯一下。所以光不是坏掉了，是像溜滑梯转弯一样，修的改了方向。没错，而且不同颜色的光转弯的程度也不太一样。这样一来，本来集在一起的颜色就慢慢排成一条彩色队伍。听起来有点像大家一起出门，本来都挤在门口，结果转过弯之后，高个子和矮个子就站成不同位置。你的比喻很不错，彩虹就是阳光，在很多小水珠里分开颜色之后，再把那些颜色送进我们眼睛。哇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彩虹其实是无数颗小水珠一起帮忙，把颜色传给我们看。对呀，每一颗水珠都像很小的彩色信箱，把光整理好，再把特定方向的颜色送出来。这样讲之后，连刚刚那些不起眼的小雨滴都突然变得很厉害。大自然常常就是这样，越仔细看越会发现，看起来普通的东西其实很有本事。可是我还是有一点不懂，为什么雨停后比较容易看到彩虹，而不是大晴天的时候天天都在天上挂一条呢？因为彩虹除了需要太阳，还需要空气里有很多小水珠。下雨刚停的时候，四周常常还飘着细的水滴，刚好能帮光分色。所以只有太阳不够，只有小水珠也不够，要两个一起到场，彩虹才愿意上班。答对了，要是天空全是乌云，没有阳光，光就不够亮；要是只有太阳，完全没有水珠，也没有地方帮光把颜色分开。那我们可以自己做一个小彩虹实验吗？我想看看颜色是不是会真的从白光里跑出来。当然可以。来看这块小小的玻璃三角柱，大家把它想成一个很有礼貌的光线分流源。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正经，但我只想知道它有没有真的那么厉害。当阳光穿过它的时候，光会先弯一下，再从另一面出去时再弯一下，不同颜色就会被分得更清楚。哇，桌上真的出现一小条彩色光耶，红色在这边，蓝色在那边，像一条迷你彩虹滑到了桌面上。这就是因为不同颜色的光被分开了。彩虹不是突然冒出来的颜色，而是原本就在白光里，只是平常叠在一起。原来白光不是单一颜色，而是把很多颜色包成一团，难怪一分开就变得这么热闹。对，而且雨后天空里的每一颗小水珠都有机会做出类似的事，只是它们比玻璃更小、更多，也更分散。所以我们看到的大彩虹，就像天上突然出现了好多会分光的小帮手，一起排队工作。喵呜，没错，当这些小帮手把颜色朝同一个方向送出来，我们就会在天空的某个位置看到漂亮的彩色弧线。这样一想，彩虹好像不是挂在天空上的东西，而是光和水珠一起表演给我们看的结果。你抓到重点了，彩虹比较像一场条件刚刚好的光线表演，而不是一条真的可以摸到的彩带。可是雨滴那么小，真的有办法像刚才的玻璃一样，把颜色分得那么清楚吗？有哦，小水珠虽然很小，但形状圆圆的，光进去之后会弯，还可能在里面反弹一下，再从别的方向出去。等一下，还要先弯，再反弹，再出去，这程序也太忙了吧？哈哈，听起来忙，可是对光来说非常快。正因为它这样走过一圈，不同颜色才会更容易分开。那如果我们拿喷水壶，让细的小水滴飞在阳光前面，是不是也可能看到小的彩虹呢？会哦，只要太阳够亮，水地够晒，位置也合适，就常常能在水舞附近看到淡淡的彩色弧线。所以花园秋水时偶尔会看到彩色亮亮的一小段，不是我眼花，是光真的在表演。没错，喷水池、瀑布、水舞，甚至洗车时飞起来的细水滴，都可能在阳光下做出类似的小彩虹。原来彩虹不是只住在大天空，连小水舞里都可能偷偷藏着它的迷你版本。对呀，所以科学常常不是离我们很远的东西，它就躲在花园、窗边、喷水和雨后的空气里。哼，这样听起来，我以后看到喷水壶都得多看2眼，不然可能错过一场只有一下的彩虹秀。而且每个人看到的彩虹位置也不完全一样，因为你站的位置不同，送进你眼睛的那批颜色也会不同。咦，所以我看到的彩虹和小梅看到的虽然很像，却不是完全同一条吗？可以这么说。我们都说自己看到了同一座彩虹，可是每个人的眼睛接收到的是属于自己方向的光。这也太神奇了吧！原来彩虹不止漂亮，还有一点点像为每个人准备的专属版本。正因为这样，彩虹才总是让人觉得特别，好像天空在对每一个抬头的人各自眨眼。那如果我下次想更容易找到彩虹，应该注意什么呢？有没有彩虹侦探的小技巧？
第一个技巧是让太阳在你的后面，这样前方的小水珠把颜色送出来时，才比较容易进到你的眼睛。所以不是对着太阳硬盯，而是让太阳在背后，然后往前面的雨丝或水舞方向找。这个我记住了。第二个技巧是前面要有水珠，雨刚停，细雨还没散，喷水池附近或阳光照到的水舞边都比较有机会。第三个技巧是不是要有耐心？因为有时候彩虹一下子淡掉，一下子又亮起来，好像在跟我们玩躲猫猫。完全正确，云的位置、太阳的亮度、水珠多不多，都会让彩虹忽明忽暗，所以慢慢观察比较容易发现。难怪不是每一次下雨我都能看到彩虹，原来不是天空偏心，是条件有没有刚好而已。对，而且我们观察的时候也要记得安全，不要直接盯着太阳看，可以看前方天空或水舞那边的变化。知道了，我们是彩虹侦探，不是太阳瞪眼比赛选手，要用聪明又安全的方式观察。妙物说得真好，科学探险最重要的不只是好奇心，还有保护自己和仔细观察。那我来总结看看，彩虹要出现，需要白色阳光里的很多颜色，小水珠帮忙分开，还要我们站在合适的位置。总结得非常完整，再加上雨后常常刚好同时有阳光和小水珠，所以那时候就特别容易看到彩虹。我现在抬头看彩虹，已经不只觉得漂亮了，还会想到好多小水珠正在天空里忙着帮光排队。当你能在美丽里看见原理，科学就会变成一种更深的欣赏，而不是把惊喜拿走。这句话我喜欢。知道答案之后，彩虹没有变普通，反而更像一场精密又温柔的魔术。没错，懂得越多，我们越能看见世界藏起来的小细节，也会更珍惜每一次抬头的时刻。今天真的学到好多，原来彩虹不是天空突然心血来潮，而是光和水珠一起完成的彩色合作任务。而且只要愿意停下脚步，在雨后慢慢观察，你就有机会发现那条正在天空里悄悄发亮的答案。我本来只是想看看这条彩色弧线有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，结果现在居然觉得它很值得再看久一点。这就是好奇心最可爱的地方。你一开始也许只是随便问一句，最后却可能打开一整扇新的观察窗。下次如果我看到喷水池边有小小彩虹，我一定会先大叫一声，再认真想想是不是太阳和水滴在合作。太阳在后面，前方有水珠，再加上一点点耐心。这样看来，我也算正式升级成彩虹侦探了。虽然名字有点幼稚，但内容还算可靠。当然可靠，因为这是你自己一步一步听懂、观察到，再整理出来的答案。谢谢大家今天陪我们一起追彩虹学科学。下次下雨后，如果看到亮亮的天空，别忘了抬头找找看哦。还有，要记得安全观察，不要一直盯着太阳，做个聪明的彩虹侦探才是真的厉害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天空秘密，明天再来找我们吧。我们想一起研究为什么总是先看到闪电、雷声却慢一点才到。哇，我已经开始期待了，感觉下一次又会听到天空用不同的方法跟我们打招呼。好吧，我承认我也想知道，只是先说，我可不是为了期待，我是为了确认威廉没有乱讲。那就越好了，下一次我们再一起抬头，一起发问，一起把看不见的答案慢慢找出来。我是小福，谢谢你今天跟我们一起冒险，祝你有个亮晶晶的好心情，大家拜拜。我是威廉，小美也在这里一起跟大家说，谢谢收看，拜拜，我们下次冒险见。